欢迎回来，我是莉亚。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会发现，中国人好像不太喜欢直接说 no，明明想拒绝，却总是说的特别客气。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几种中国人最常用的几种拒绝方式。首先来看一个中国人经常会说的表达："我恐怕不行。"这个表达特别适合用来礼貌的拒绝邀请。比如朋友突然问你今晚一起去吃火锅吧，如果你直接说我不去，虽然意思很清楚，但听起来多少有点冷淡。大部分中国人会说谢谢邀请，不过我今晚恐怕不行，我已经有安排了。再比如同事邀请你周末一起出去玩，但你只想在家休息，那么你也可以说这周末恐怕不行，我有点累，我想在家待2天。你会发现，中国人在拒绝别人的时候，经常会先表达感谢，再说明原因，这样对方会觉得被尊重了，而不是被直接拒绝了。接下来这个表达也非常实用，那就是"我不方便"。这个说法几乎什么场景都能用。当别人提出一个要求，而你不想答应，又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尴尬的时候，就可以用它。比如朋友突然发消息说："我现在过去找你吧。"但你根本不想见人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复："不好意思，我家里太乱了，现在不太方便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"又比如有人突然找你借钱，你呢既不想借，又不想伤害你们之间的关系，那么你就可以说："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件事情不太方便。"有意思的是，很多时候中国人在说自己不方便，其实并不是真的不方便，而只是在委婉的比较表达"我不想答应你"。所以如果有人说不太方便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追问了。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个特别经典的表达："改天吧"或者"再说吧"。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会觉得这句话充满了希望，因为它听起来像是在约定未来的某一天见面。但事实上，"改天吧"往往是我们用的最委婉的拒绝方式人之一。比如你邀请朋友看电影，对方说："最近有点忙，改天吧。"你邀请他吃饭，他说："这2天没时间，再说吧。"你已经邀请2次了，然后第3次你又邀请他，他还是说："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改天吧。"如果一个人总是在说"改天吧"、"再说吧"，却从来不主动约具体的时间，那么大概率他并不是真的想赴约。很多中国人不习惯直接说"我不想去"、"我不去"，或者说"我对你没兴趣"，所以我们会用"改天吧"来表达拒绝。尤其是在感情里，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。如果你约喜欢的人出去玩，对方好几次都告诉你"改天吧"，那么你就应该要读懂这个背后真正的含义，对方大概率对你不感兴趣。当然，也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，我们的拒绝方式都那么委婉。当我们面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，我们拒绝会通常来说更加直接一点。例如"不用了"，这个表达几乎每天都会用到。比如你去理发店，店员一直向你推荐会员卡，你可以说"不用了，谢谢，我今天只是想来理个头发而已"。又或者你去商场买东西，导购一直推荐其他的产品，你也可以说"不用了，谢谢"。虽然这个表达比较直接，但是因为它加上了谢谢，所以听起来依然很礼貌。还有一个中国人经常会说的话，那就是"我没空"。相比前面的表达，这个说法会更加直接一点。比如同事下班以后想邀请你去喝酒，但是你已经很累了，你可以说"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空"。或者有人临时找你帮忙，而你自己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，那么你就可以说"非常抱歉，我现在真的没有空"。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，"我没空"虽然比较常用，但是在面对长辈的时候，最好不要用这句话，可以用
我恐怕不行，这个来表达拒绝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个非常常用的表达，算了吧。这个表达在口语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，它的意思是说我决定放弃了，我不想继续了，或者我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再进行的必要了。例如，朋友一直邀请你去参加一个你根本不感兴趣的活动，你可以说算了吧，我还是不去了。再比如，你和朋友一起去逛街，看中了一件衣服，但是价格却远远超出了你的预算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算了吧，太贵了。又或者你的朋友劝你投资一个项目，但你了解之后觉得风险太高了，你就可以直接说算了吧，我对这个项目不太感兴趣。所以算了吧，它虽然也是一种拒绝，但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我已经思考清楚了，但是我还是决定放弃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学会了这些表达，下次再听到中国人说改天吧，再说吧，你就知道对方真正的意思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